好不容易混成皇后，我却被拉进恐怖游戏。凶狠的僵尸肆意杀戮，只有我盯着他身上的破旧官服，冷哼一声：“哪里来的狗奴才，跪下！”他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最终还是选择两腿一弯，委屈地向副本 BOSS 告状。看到 BOSS 那刻，我笑得更大声了。哟，皇上每日不翻牌子，来这里搞副业啦！各位玩家请注意，你已进入恐怖游戏。当前副本血红剧场，难度天字甲等，人数20人，任务在剧场内存活至天亮。弹幕系统正在连接中，一道低沉的嗓音隐隐约约在我耳畔不停回响，实在有些烦人。明明早就宵禁了，怎么还有人在外面大声喧哗？真没规矩！我不耐地睁开双眼，眼前却不是我熟悉的秋月宫，而是一个破旧的大房间。好奇怪，这地方的建筑规规整整，工艺看着比皇宫还要精妙不少，可摆设却又无比杂乱，不似什么高端场所。这是哪里？没想到旁边的众人好像比我更震惊。我靠，这是什么人？演员 cosplay？ 他是 NPC 吗？怎么能穿得那么豪华？虽然他们说的话晦涩难懂，包含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词汇，什么演员、普类、NPC，统统听不明白，但我大概也能听出来，他们好像在询问我的身份。于是我轻轻抚了抚身上华贵的凤袍，回应道：“本宫乃当朝皇后孟初期。”可听了我的话，不仅没人流露出尊崇的神情，反而一个个眼神疑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沉默许久之后，有人摇了摇手，无语，这么高难度的副本，居然还混进来个精神病，这下轮到我迷惑了。后宫臣服好多年，自我当上皇后以来，已经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但这里毕竟陌生，没有侍卫在侧，我也不能随便挑起矛盾，只好拉来身旁一个文静的少女，低声询问：“姑娘，这恐怖游戏是个什么意思？”她看起来有3分紧张，3分害怕，3分局促和1分不解。姐姐，我叫许青青，你是第一次参加吗？我点点头，我从没来过这种地方。新人直接进入最高难度副本，你也太倒霉了。他下意识咬了咬嘴唇。恐怖游戏，在我的理解里就是一种杀人游戏，我们作为玩家需要在残酷的关卡和 BOSS 的杀戮里活下来。杀人游戏？我挑了挑眉，这世上没人敢杀我，包括那个95至尊的皇上。为什么？因为他惧内。许青青看他有些无语凝噎，我只好展开了下一个话题。所以天字甲等是什么？是游戏难度。他回道，游戏的副本有天地人3个阶层，每个阶层内部又划分了甲乙丙丁4个小等级，天字甲等可以理解为最难的一批副本。原来如此，我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弹幕是什么？他轻轻嘶了一声，看起来有些抓马。弹幕都不知道吗？姐姐，你不是来自2024年的？你是哪年的？我摸了摸下巴，原家18年。算了，我 CPU 烧了。他摊了摊手，你等一等就知道了。他的话音刚落，一道滋滋的电流声竟再度响起。弹幕系统连接完成，天边开始飘荡一些透明的文字，非常神奇。开播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天字甲等，我靠，最高难度啊！这样说的话，20人恐怕不够 BOSS 杀呀。我最喜欢无人生还的场面了。咦，等等，这次的玩家里怎么有个穿奇装异服的？看着天上的文字，我知道他们肯定在说我，于是我试着和他们沟通。我，皇后。天边的文字突然停顿住了，许久之后飘出了数不清的小点点。许青青好像相当无奈，把我拉到一边，按住了我的肩膀。姐姐，你别说了，再说下去他们该为你50了。约莫在奇怪的屋子里待了一炷香的时间，房间的铁门终于打开了。所有玩家都屏着呼吸，看着漆黑的门口，一道人影慢慢浮现，朝里面蹦了过来。第一关，僵尸的盛宴。僵尸将在30秒内进入房间，关掉房门，请各位尽快躲藏，避免沦为他的口粮。游戏期间禁止离开库房范围，违者死。僵尸的五感薄弱，唯独对呼吸最敏感。若您实在不幸被僵尸找到，请坚持屏气，或许有一线生机。30分钟后，僵尸离开，祝各位好运。听完这话，所有人都脸色大变，风一样的远离铁门，朝身后跑去。见我还愣在原地，许青青赶忙拉着我的手冲向角落。姐姐，你别愣着了，尽量躲远点，不然真会死人的。这个库房面积挺大，足足花掉了1半多的时间，我们才狂奔到了一角。许青青翻出2个纸箱，分别套在了她和我的头上。我学她缩在角落，忍不住指了指门口一个精壮的中年男人。他跳起身来，死死抓住了门口的挂钩，把腿脚抬起，和即将进门的僵尸几乎只有1步之遥。那他为什么不跑？许青青解释道，那也是一种策略，叫灯下黑，躲在最不该躲的位置，怪物往往不会反复查探。可是怪物一进门，不就把他吃了吗？应该不会。许青青摇了摇头，规则里说，屏住呼吸就能换一线生机，他肯定会在僵尸进门的时候屏住呼吸，避免暴露。等僵尸走远了，这个出发点反而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还挺有脑筋。我刚想夸夸那个厉害的玩家，约定的时间就已经结束，僵尸正式走进了门。许青青赶忙捂住了我的嘴巴，这下子我才看清了那个僵尸的模样，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紫蓝色长袍，双手抬平，脸色苍白，嘴角咧出4根尖锐的獠牙。他的表情相当狰狞，惨白的唇边还挂着几抹新鲜的血液，让人头皮发麻。更意想不到的是，他进门之后居然没有像我们预料那样往前走，而是默默定在了原地。而那个聪明的壮汉玩家只能保持着高难度的爬墙姿势，死死憋气。而这件事无疑是艰难的。没多久，他就开始瑟瑟颤抖起来。我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许青青吞了口唾沫，他要死了。果然，挂在门口的玩家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哪怕他身体看着十分强壮，也根本无济于事。没过多久，他的鼻子就轻轻抽动了一下。很明显，僵尸感觉到了。他嘴角微微一咧，往头顶看去，伸出了双手。昏暗的灯光里，10根尖刺一样的指甲极为扎眼。他的速度简直非人，高高跃起，直接将玩家拽了下来。强壮的男人在他的手里如同一只小鸡仔，毫无招架之力。几个呼吸的功夫就被撕成了几片。他张开獠牙，无情地啃食起来。黑红的血四处飞溅，甚至沾到了我的脚下。这东西好像过于生猛了，怪不得20个人都在跑，都在躲，根本没人敢主动和他对抗。见状，我下意识停住了呼吸。可这玩意儿的搜寻能力远超大家的想象，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抓住了第2个人，又是同样干脆的撕咬。库房里血流了满地。看着这可怖的一幕，我身旁的许青青好像是吓坏了，竟忍不住轻轻一颤，急促地吸了口气。我注意到僵尸的鼻子轻轻耸了一下，他发现了。他张嘴发出狰狞的笑，一蹦一跳地朝我们的方向走来。许青青估计也不是什么资深者，此时早就没了刚开始的镇定，剧烈地抖动了起来。天边的弹幕也不知是帮什么人，居然看起了笑话。啧，这小姑娘完蛋了。本来僵尸离她还有段距离的，这下直接成了首要目标了。估计旁边那个奇装异服的皇后娘娘也要死了。看见他们说我要死了，我很不开心。但当下我没空和他们计较，我的目光更多锁定在缓缓走近的僵尸身上。待他走到跟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身上的衣服好像有点熟悉，虽然破破烂烂，但是大概能辨别出图案的形状。这不是官服吗？8品校尉，好吗？别人我还不认识，你丫我能不认识吗？小小8品官居然敢到处杀人吃人，简直反了你了！我怒哼一声，把许青青掩在身后，站起身来。哪里来的狗奴才，跪下！全场震惊，所有玩家都傻眼了，弹幕里全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符号。许青青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是想让我冷静下来。我听见了周围人的窃窃私语。好家伙，我就说吧，精神病真不能参加这游戏。我们躲都来不及，他居然还主动找死，惹谁不好，惹杀人不眨眼的怪物。这也是好事，他吸引了僵尸的注意力，我们就能轻松一会儿了。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僵尸居然真的定在了原地。他歪着脖子，似乎是在认真地品味我刚才说的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也傻眼了。本来狰狞的眼神里写满了不可思议。见状，我扬起了头，拍了拍凤袍，再度发声：好大的胆子，见了皇后还不跪下！僵尸张大了嘴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官服。本就不太发达的脑子里好像经历了无数次风暴，最终他还是两腿一弯，所有人的下巴都掉到了地上。玩家啊，弹幕啊，许青青一脸崇拜地看着我，姐姐，你是靠什么镇住这东西的？我靠母仪天下。许青青，僵尸就这么跪了很久。见我降服了怪物，所有玩家都松了口气。虽然场面有点邪门，但好歹能休息了，一个个都躲在远处坐了下来。弹幕已经疯了，全部都在扣666，不知是什么符号。或许是跪累了，僵尸抬起了头，獠牙收起之后，表情有些可怜巴巴。我还不能起来吗？我撇了撇嘴，杀这么多人，罪大恶极，你还想起来？他无奈，可这是恐怖游戏呀，杀的人太少，达不到指标，君主会怪罪我的。我一愣，君主是什么？许青青拽了拽我的袖子，解释道，他说的应该是暴君，这个副本的 boss。波斯是老大的意思吗？他犹豫片刻，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也算是吧。我不禁一笑，既然如此，就把你的那位波斯叫出来吧，我倒要看看是你家波斯大，还是我家皇上大。这个游戏看着莫名其妙，本来我还挺害怕的，结果这丫居然穿着本朝的8品官服，在偌大的朝野上简直就是个小虾米，所以现在轮到他害怕我了。至于他嘴里的波斯8品小官的老大，撑死了也就是个2、3品大员吧，敢在我面前造次，开玩笑。可听了我的话之后，场上的玩家们坐不住了。我去，我没听错吧？他居然要把 boss 叫过来，坏了，
那可是暴君啊，恐怖游戏里最可怕的 BOSS 之一，杀人不眨眼。真的完了，真的完了！刚开始看这个疯女人能镇住僵尸，我还有些暗喜，以为她是个潜藏的高手，能跟着混过机关。可没想到，不仅如此，弹幕也闹麻了。我的妈耶，这女人太颠了！第一关就想直接打 BOSS。是啊，是啊，这个副本的任务是存活，按理说应该躲着 BOSS 才对，怎么会主动要见他？找死呗！游戏多了，总有脑子不正常的人，就是可惜了这一屋子无辜的玩家喽。嘿嘿，我还就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玩家，让游戏充满了变数。变数个屁！本来能看一宿的直播，现在半个小时不到，估计就要团灭了，有什么观赏性？看着一串串文字飘过，我轻轻切了一声，聒噪。随后默默等待僵尸的呼喊。没多久，一道更加沉重的步伐出现在了门外，一只棱骨分明的手掌从门外穿刺进来，竟直接扎穿了铁板。所有玩家都往后退了一步。这非人的力量 ，BOSS 真的来了！完了完了，要被这疯女人害惨了。那只手可不想听玩家们的抗议，轻轻一掀，就把整个铁门都甩飞出去。一道和巨大力量不符的清瘦身影，身穿黄袍，缓缓走进了屋，弹幕都随之震颤。来了，暴君！我打赌他杀掉所有玩家用不了1分钟。可看到这位暴君的面容后，我愣住了。这他喵的也太脸熟了吧！这不是天天睡我床边那个人？我说最近怎么突然不光顾秋月宫了呢？还以为变心了，结果你丫在这里当什么杀人波斯？我冷哼之后笑出了声。哟，皇上每日不翻牌子，来这里搞副业啦！这一刻，所有人寂静无声，想要看看 BOSS 会是什么反应，面对我的挑衅会如何暴起杀人，把我碎成几段。可眼前的 BOSS 却挠了挠头，坏了，怎么被你发现了？许青青啊，玩家啊，弹幕啊，有没有搞错？你是 BOSS 啊？你该冷酷杀人才对啊！你羞涩是干什么呀喂？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暴君李振扑进了我的怀里。熟悉的硬朗手感让我确认无疑，这家伙乍一看有点瘦，实则一身腱子肉，安全感满满。我摸了摸他的头，弹幕全都炸锅了。我没看错吧？这奶狗是他喵的谁啊？在传言里，暴君不是最凶残、最冷血、最无情的 BOSS 吗？肯定啊！血红剧场这个副本有史以来共开放35次，至今无人生还。那谁来跟我解释解释，他现在是在干什么？我懒得理会这些飘飞的文字，埋头看向蹭我脸的人。皇上接连13天没来秋月宫了，我还以为你另有新欢了呢。他悄悄撇了撇嘴，为了你，我都快把后宫遣散了，去哪里找新欢？这不是有工作要忙吗？我点点头，你贵为天子，还需要替人辛劳？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李振，这应该算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在太平王朝里生活那么久，这般说法我还是头一遭听到。天地之间竟还存在着另一方世界。若按主宰者的意思，玩家们所在的世界是主世界。李振摸了摸下巴，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个从属世界，为主世界的恐怖游戏提供场地、关卡、NPC 和 BOSS。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其实李振叹了口气，解释道：从我登基接下传国玉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负责这个副本了。主宰赐我们家天子权柄，我们替主宰打造天字甲等副本。因为难度极高，刚开始时开启频率很低，几乎半年才来镇守一次。可最近不知怎么了，主世界涌进了海量玩家，我不得不夜夜钻进副本，按照规则对玩家们展开无情杀戮。白天上朝批奏折，晚上进本大逃杀，都给我累坏了。闻言，我不禁眉头一皱。主世界、从属世界、主宰和皇家的约定，这一系列东西简直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世界观，实在太离奇了。而且听完他的话，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疑点，让人匪夷所思。照你这么说，副本里的玩家通通都是来自主世界？李振点头，对呀。那我出现在这里算什么？这下李振也愣住了，对呀，算什么？看着他呆呆傻傻的大眼睛，我放弃了。算了，你别思考了，都当上 BOSS 了，还一问三不知，丢人。怪不得这货经常把奏折交给我批，我以为是因为懒，结果就是单纯的智力不够。为此，不少大臣都以为我要垂帘听政了，天天琢磨着怎么死谏。这不闹吗？我皱了皱眉毛，来都来了，那就走走看吧，先把你的副本过了再说。李振竖起大拇指，不愧是皇后，说的有道理。下一关在哪？有道理你倒是带路啊。被我敲了敲头，这家伙倒也不恼，就冲我傻傻的笑。嘿嘿，好吗？您确实是暴君，让人爆笑的爆。第二关的位置在门外走廊的深处，小僵尸蹦蹦跳跳在前方带路，众人一起缓缓前进。搜寻线索的功夫也省了，一路安宁。玩家们小心翼翼，不敢吭声。天边的弹幕倒是头脑风暴了很久。说实话，我看直播看了几十天了，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存活率高我都勉强理解，BOSS 出来亲自领路，实在太稀罕了。你们说，
会不会是那个玩家触发了什么隐藏机制？咦，有可能哦，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机关被他找到了，可以直接差遣 BOSS。在弹幕的猜测越发清晰之后，终于有玩家坐不住了。一个女人步履匆匆，忽然走到了众人的前面，她的手里拿着一团绵软的黄布。各位，我似乎找到这个副本的解法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为之一顿，目光汇聚到她的脸上。刚才一路上，我都在观察走廊两边的房间，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副本叫做血红剧场。没错，这里是一个剧院，而后台的房间里正好有一个更衣间。我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溜进去看了看，果不其然，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件凤袍，和这个女人身上的是同款。听她讲完，玩家们都深吸了一口气，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所以你的意思是，只要穿上这件凤袍的人，就能操控这里的 BOSS 和怪物？女人嘴角一挑，没错。随后，她轻轻掀开手中的黄布，披到了自己的身上，弹幕也随之沸腾。666啊！这人挺聪明，把我想说的话抢先一步说了。怪不得呢，原来这就是副本的机制，我还以为是游戏出问题了。众所周知，副本结束会评分结算奖励，那这两人都拥有了 BOSS 我、皇后进入恐怖游戏 BDO22的控制权，会不会大打出手，互相厮杀，独吞奖励呢？太刺激了，就是这样才刺激。在一众惊呼中，女人越发自信，身穿和我一模一样的凤袍，缓缓走到了李振的身前，厉声道：“跪下！”李振的脑袋上顿时冒出一大堆问号。你谁呀？敢让我跪下？女人傻眼了啊，不对吗？随后腥风一刮，李振竟以雷霆出手，一刀下去，血色四溅，棱角分明的脸上写满了冷酷。直到这个时候，松懈的众人才终于想起来，他是那个凶名赫赫的暴君。我刚想问他为什么要如此残暴，他却又突然换了副面孔，温柔的春风瞬间爬上脸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的川剧变脸，这么精湛。你这场地里为什么还有套我的衣服？他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好多天没去秋月宫了，对皇后甚是想念，只好放件衣服在这里，睹物思人了。弹幕崩溃了，震惊！我在恐怖游戏里闻到了恋爱的酸腐味。小插曲过后，我们很快抵达了第二关的场地。戏台上有一方小木桌，桌后站着一个长发的男子，他身穿五品文官服，面目有些熟悉。第二关，命鬼的赌局，命鬼邀请各位参加他的赌局，赢下他可以进入下一关，而输家则需把灵魂血肉扣押在此。凡拒绝者死。我们被规则强制排起了队，李振则跟在我的身边。他指着台上的命鬼说：“初期你不知道，这家伙真的很机灵，简直有你一半聪明了。”对于他奇特的夸人方式，我表示见怪不怪，顺着问道：“怎么说？”我让他设计一个游戏，他就在这里摆了个赌局，每一次副本都能替我杀好多玩家，算是咱这儿的销冠。李振满意的说道：“看他最近挺累的，我盘算着这2天给他升个3品。”话音才刚落下，远处的戏台上就传来了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第一个玩家赌局失败，死了，血肉崩碎，彻底长眠于此。好不容易迎来刺激的画面，把昏昏欲睡的弹幕和玩家们全都惊醒。许青青排在我身后，显然也是吓得够呛。见我扭头看她，她有些犹豫，不知道还该不该和我搭腔，欲言又止。孟姐姐，我微微一笑，放心吧，有我在，没人敢动你。她看了看我，点了点头，又下意识苦脸，看了看旁边凶残的暴君。李振挠头，嘿嘿一笑：“你是初期的朋友吗？ Sorry， 刚刚吓到你了，放心吧，我们保护你。”我纳闷，什么叫骚瑞？你这都是哪里学的语言？李振，这叫外语，很难的。那回宫里了，教教我。他昂首挺胸，我也只会这一句。你文盲，你得意啥呀？命鬼不愧是李振手下的得力干将。我前面足足排了10人，和他对赌之后，仅有1人成功生还。戏台血流成河，简直变成了修罗地狱。这样恐怖的淘汰率，激起了弹幕新一轮的热情，不停惊叹天字甲等副本的威力。轮到我前面那人时，他好像已经尿裤子了。命鬼不耐烦地指了指桌上的骰子，宣布起规则：欢迎来到我的赌局。如你所见，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6面骰子。接下来我会在筛盅里随机摇晃它，停止之后，你需要报出一个数字，连续猜中3次，你就可以安然离开。猜不中，那就麻烦了，请交出你的血肉吧。规则理解起来倒是简单，就是猜数字而已，但死亡的风险却是极大。骰子总共6面6个数字，精准猜中的概率只有1/6，而且猜中1次并不作数，需要接连猜中3次才有资格通关，过关概率将会锐减到5/1000，简直微乎其微。如果纯靠运气的话，能赌赢的人也算天命之子了。拿起筛盅后，命鬼缓缓摇动，最终把骰子定在身前。请。前面的男人极度紧张，颤颤巍巍了几秒，才终于开口猜测1。开盅之后，竟果真是1。男人松了口气。命鬼微微一笑，
不急不忙，再度摇动。再猜猜呢？男人犹豫了足足半分钟，最后才挣扎着说出答案：我猜4。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又说对了。看着他长舒一口气，我不禁有些感叹，这家伙看起来运气不错呀。命鬼咧嘴一笑，最后一次摇动。这次呢？男人不敢放松，屏住呼吸，琢磨了很久很久，最终吐出了一个数字6。随后紧闭双眼，双手合十，一边微微颤抖，一边拼了命的祈祷。开钟之后，骰子却没有遵从他的愿望，稳稳停留在3。命鬼放肆大笑起来，猜错了，你的血肉就留在这里吧。白骨狰狞，男人死得极惨。昏暗的戏台上方飘散起阴翳的雾，惨叫声回荡不绝。下一个轮到我了。见我靠近，命鬼抬头看了一眼，却下意识一激灵，忍不住小声念道：我靠，怎么有点眼熟？或许是出于副本 NPC 的信念感，他在简单犹豫之后，不等我应答，便找回了状态。不管了，先把流程走完。随后他念完了规则，和刚才一模一样。看着上一个玩家身上仍在乱跳的血流，我不禁皱紧了眉。若真是靠运气赌博，这一关几乎是必死的局面啊！20个人闯5%的概率，能有1人过关，都得给老天爷磕一个了吧？命鬼见我嘀咕，似乎有些不屑。主宰有命令，凡死局必设有生路，所以这一关压根不是必死的局面，甚至还有必定逃生的路子。我忍不住挑眉，就看你有没有脑子喽。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想不出来的话，就把血肉交在这里吧。他嘴角一咧，好像是要放肆大笑，可表情才刚出来一半，他的瞳子里闪过了半个身影，是站在我身后的李振。他愣住了，像是被暂停了一样，顿在了原地。我靠，皇上！李振摸了摸硬邦邦的拳头，我没听错吧？你想让皇后交出血肉？你怎么不干脆把我一起杀了？命鬼闻言，眼睛一瞪，差点丢了魂，迅速跪到了我身前，脑袋飞快地撞地，像小鸡啄米似的。怪不得觉得这位这么眼熟，居然是皇后，怪我有眼不识泰山啊！求饶的话还没说完，李振已经揪起了他的头发，拳头如暴雨落下，一眨眼给命鬼敲进了地下，像个地鼠一样只露半个身子在外面。你丫就是欠教育，这一关怎么说？命鬼疯狂点头，过了，皇后不用猜，肯定直接过关了。可我看了看桌上孤零零的骰子，突然来了兴趣，笑着把命鬼扶了起来。没事，你正常摇骰子吧，我想挑战一下。命鬼被李振盯着，战战兢兢摇起了骰子，落定之后小心翼翼地说：开了。我根本没有进行猜测和犹豫，而是迅速给出了我的答案，几乎脱口而出：2。筛盅打开，果然是2。李振咦了一声，饶有兴致地乖乖鼓掌，星星眼里满是崇拜，不愧是我的皇后。命鬼汗流浃背，开启了第2轮，请说答案吧。我摇头一笑：5。筛盅一开，果然是5。李振这下惊呆了，他急忙翻了翻命鬼的手臂，试图寻找什么作弊的痕迹。你丫不会是在和皇后打配合吧？怎么一猜一个准？命鬼无奈摊手：没有啊，皇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娘娘好像把我看穿了一样。李振摸摸下巴，完全没看懂所谓的生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不想承认和我的智力存在鸿沟，他催促命鬼赶紧摇起了第3次。命鬼照做之后说道：娘娘可以猜了。我没有任何迟疑，果断说出了答案：6。3次全中，顺利过关。李振傻眼了，这是什么原理？我轻轻一笑，这还不简单吗？其实这根本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字游戏。命鬼每次摇骰子后说出的话就是解题的关键，只需要观察1-2个人的游戏过程，就能将其看破了。李振摸着后脑，云里雾里：老婆大人，你就别卖关子了，我是真听不懂，真不知道你爹怎么敢把皇位传给你的。我无奈摊手，骰子的数字和命鬼说话的字数刚好对应，请对应着1，开了对应着2，这次呢对应着3。他说了几个字，就往那个数字去猜，便能100%活过这一关。这就是命鬼说的必定存活的生机。这关一过，就连一直暗戳戳讽刺我关系户吉祥物开挂的弹幕都彻底折服了。我靠，硬实力呀！这下我彻底服了。抠破脑袋我也想不到，这关居然和字数有关系，让我去我肯定死定了。皇后娘娘威武，皇后娘娘威武加1，皇后娘娘威武乘10086。暴君真是好眼光啊，便宜他小子了。李振听后更是恍然大悟，我觉得我爹能把皇位传给我，全是看上儿媳妇的聪明才智了。泄洪剧场不愧是天字甲等难度的副本，仅仅2个小关卡就让16个玩家丢了性命，若不是有我和李振横插一手，恐怕死得更多。全军覆没也丝毫不奇怪。走过了命鬼的赌场，李振钻进休息间，给我端来了2杯乳白色的茶水，清香飘散，沁人心脾，里面还有一颗颗不知名的细小佐料。递给许青青一杯后，我问道：这是什么东西？老婆大人，这是主世界里的好东西，叫奶茶。
奶茶？我有些疑惑，我听过绿茶、红茶、白茶，偏偏没听过这奶茶。不过你别说，还真有点甜。喜欢吗？我点点头，还不错。李振闻言，赶紧扭头，把跟在身后的命鬼叫到了跟前。快快快，掏出你的奏折记一下。命鬼有点慌乱，记什么？他好像猜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李振歪头一笑，等回到朝堂上，我任命你为3品奶茶使，专门负责为皇后娘娘研制不同奶茶的做法，送到御膳房。命鬼一拍头，果然如此。才隔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他又要被折磨了。皇上，我只是个文官，你让我处理内政，我行；让我制作杀人游戏，我行。但是这个什么奶茶，会不会有点过于超纲了？越往后说，他的底气似乎越来越不足，几乎变成嗡嗡的文音了。看给这孩子委屈的，都开始抠手指头了。李真眯眼看着命鬼，摸了摸下巴。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最聪明的手下，你居然都不行吗？见气氛有些焦灼，一直不敢参与对话的许青青从边缘站了出来，怯生生地举起了手。那个姐姐、姐夫，我在奶茶店上班，我会一点点。话音刚落，李真的两眼便放起了光，好像找到了救世主一样。太好了，皇后的厨房有救了！我封你5品奶茶副使，全力协助奶茶研制。许青青愣了一下，指了指自己，啊，我也有吗？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这官职来得也太轻巧了吧。不仅如此，李真甚至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鉴于你刚才叫我姐夫，我很欣慰，给你再加1品，封4品。许青青见他原地凌乱的样子，我不禁揉了揉额头。你姐夫一直都这么不靠谱，习惯就好了。卸去冷酷外表后，李真蹦蹦跳跳指导着命鬼如何在史书上给这次奶茶行动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眉宇间闪过的少年模样，总让人忍不住宠溺的笑。各位，前面就是血红剧场的第3关了。昏昏沉沉的副本里，李真激情的声线显得格格不入，弹幕对此早已麻木。今天之前，我做梦都没想过，一个 boss 居然会热衷于当导游。妈了，我妈了！刺激的血腥味混着恋爱的酸腐味，请问这场恐怖游戏到底算什么味道？你别管，我觉得皇后和皇帝好好磕。有一说一，当恋综看好像也并不违和。看着眼前滚过的文字，我有些纳闷。皇上，什么叫好磕呀？李真不仅没有给我解释，反而兴奋地指了指天上，说好磕的那位封7品。啊！命鬼拿着奏折，人都傻了。皇上，这可使不得呀！别管，今天皇上高兴。天知道命鬼追着李真劝了多久，才终于让他放弃了这个荒唐的想法，让他当皇帝，满朝文武真是遭老罪了。而走到剧场中心舞台后，我们终于听到了第3关的规则提示。第3关，国师的坟场。国师拥有强大的武力，镇守于此，将对玩家展开无差别攻击。半小时之内，所有人不得离开舞台范围，否则死。击败国师，或者狼狈地活下去吧。祝你们好运。看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纳闷，国师？没记错的话，我们朝廷里压根没有国师啊。待一道长袍人影从后台缓缓登场，我才终于看清眼前人的身份。哟，这不是丞相吗？这位可太眼熟了，明明站在第1排，偏偏每次上朝都迟到，整天浑浑噩噩，就跟睡不醒似的。决策从来做不出，一问3不知，抱着本书研究职场混血。我以前还疑惑呢，这是哪来的关系户？现在终于明白了，合着晚上出来搞副业了。怪不得他可以青云直上，仅仅5年就从寂寂无闻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怪不得他可以成为皇上的心腹，获得独一份的信任。原来2人的深厚友谊是从副本里搞出来的。丞相揉了揉睡意惺忪的眼睛，似乎是在思考殴打玩家的100种方式，撇着嘴说道：“才4个人，哪里够我打的？”一睁眼，刚好和我的眼神对上。他懵了，摇了摇脑袋后，赶紧重新闭眼睁眼。我靠，没睡醒！我一脸黑线，不，你睡醒了。确定自己没看错之后，他吓得急忙伏到地上。皇后娘娘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是兴致勃勃地指了指过关规则。所以说，你是要和我们打一架吗？丞相一听，浑身一颤，卸下负担的命鬼在后方幸灾乐祸，汗流浃背了吧，老弟？不敢。丞相的头叮咚响，也不知道要攒几个脑袋才敢跟皇后厮杀。见他认错，态度诚恳，李振挥了挥手：“老婆大人，要不这关咱们就直接跳过了，就是简单粗暴的打打杀杀而已，实在不雅。”我刚要点头，命鬼不知从何处阴嗖嗖地钻了出来。皇上，我有一个建议。你说？我觉得皇后娘娘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是该把每一个关卡都体验一遍。命鬼轻咳一声，哪怕走个形式，也应参与一下对抗。李振闻言不禁皱眉，这武夫下手从来没轻没重，万一把我老婆误伤了怎么办？命鬼嘿嘿一笑，那你也加入到玩家里，为皇后娘娘保驾护航，不就行了吗？丞相您没事吧？此言一出，弹幕更是直呼卧槽，还能这么对抗的？大 boss 打小 boss，
千年难得一见。这就是传说中的驱虎吞狼吗？命鬼是不是副本里最聪明的角色？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最贱的。更要命的是，李振居然对这个提议非常感兴趣，给初七当护花使者，这听起来也太刺激了。丞相抓着脑袋，眼看就要疯掉，这哪刺激了？这个恋爱脑皇帝。李振握着我的手，把拳头架在空中，指着丞相，你就说行不行吧？行行行，你是皇上，你说了算。李振嘿嘿一笑，冲我扬扬头，朝着舞台上冲了过去。谁知他才刚要出手，丞相就提前倒地，一头栽到了舞台上，附带着一声尖锐的音效，啊，我死了！全场的下巴都惊到了地上。这家伙真鸡贼啊，试一下打都不愿意挨。随着镇守 BOSS 的落败，第3关也终于结束。恭喜玩家通过3道关卡的考验。接下来你们将直面剧场的最终 BOSS 暴君。剩下的时间里，玩家们可以在整个剧场范围内自由隐藏，躲避暴君的追杀。存活到天亮者方能顺利通关，解锁副本奖励。请竭尽全力活到最后吧。规则介绍完毕后，场地上甚至还慢慢出现了一张李振的图画，目光凶残，手持巨斧，配上了凌厉的暴君字样。他好像觉得自己很帅。李振悄悄走过去，迅速把图画和最后一行规则抹掉，一边尴尬挠头，一边解释道：那啥，不用竭尽全力了，今天的恐怖游戏就到此为止吧。皇后在这儿，我不追杀你们，玩去吧。2个存活至今的无名幸运儿见状，喜出望外，赶忙一起抬脚，一溜烟跑出去很远。许青青的世界观明显受到了巨大冲击，还呆愣在原地。小妹妹，这地方都听我的，你已经安全了，找个地方歇着吧。李振挥挥手，你要实在无聊，你就把僵尸、命鬼、丞相都叫上，陪你打打麻将。不过你要提防一下命鬼呀，那货老是偷牌。许青青赶紧点头，又看了看我，那你们呢？我不禁捂嘴一笑。李振神秘地把食指竖在唇上，做出了虚的手势，我们当然要过我们的2人世界了。天边的弹幕立马炸锅。啊，这是能播的吗？这个剧情发展好像要从刺激的恐怖游戏转向更刺激的东西了。恐怖游戏的直播间应该是没有马赛克的吧？会不会到了关键时刻突然要求付费呀？李振撅了撅嘴，差点把这帮烦人的家伙忘了。随后他掏出一个写着屏蔽字样的木牌，插到了地上。直播系统连接失败，正在重连中。他微微一笑，拉起我的手，走吧，带你去布景间看看。为什么去那里？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做梦都没猜到，这个布景间里的景象居然会如此熟悉。不知李振从哪里搞来的道具，竟1比1复刻了我的寝宫。秋月宫，砖瓦、桌椅、假山、草木，甚至连茶具烛台都一模一样。我们坐在小小的石桥上，看着头顶灯光假扮的月亮。还记得吗？我登基那年入主皇庭，第一次踏足秋月宫，便是在这里撞见的你。当时我就知道，只有你能做我未来的皇后。我靠在他的肩膀上，点了点头。没记错的话，当时我也才刚入宫，作为侍女被分配给前朝的贵妃。年轻的李振很早便展示出了不着调的天赋，盯着我的眸子，方向感全失，径直走到了河里。好在河水浅，让他勉强保持了形象。看着他狼狈整理发型的模样，我忍不住笑意。第2天，他诏令为我妃，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力排众议，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以平民出身戴上了凤冠。正好前朝贵妃搬去了长辈住的楼台，秋月宫就成了我俩休憩的地方。想到这里，我不禁撇了撇嘴，那又怎么样？说起来，皇后地位再高，也不过只是后宫的一员罢了。你又装傻。闻言，他拼命摆腿抗议，你明明知道的。我悄悄在木牌里动了手脚，每一个牌子翻开都是你孟初期的名字，从未去过别人的寝宫。在母后离京返乡后，我更是遣散了后宫所有妃嫔，整个后宫只为你一个人开。刚刚还让人闻风丧胆的暴君，此时却气鼓鼓地嘟着嘴。我揉了揉他的头，好啦，我开玩笑的，你是有史以来最乖的皇上。这男人实在好哄，顿时没了脾气，指着眼前的秋月宫说，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夜夜都被拉进副本，好久没去宫里找你，实在是想你得紧，只好运用 BOSS 的权柄，在这里仿了个你的住处。心情烦躁时，只要来这里坐会儿，我就会安心很多。主宰对我们天字甲等副本的要求甚高，若是玩家的淘汰率达不到80%，我们几个人都将被抹杀。整日淹没在任务的束缚里，也让我时时刻刻都更加想你。我捏了捏他的手心，这些日子辛苦你了。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在副本里陪着你。他傻傻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张小巧木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正好，我精心复制的翻牌子也能派上用场了。那一晚，月亮羞红了脸，因为溪水里的荷花跟着某种不知名的节奏摇晃了一整夜。当懒散的阳光照进剧场时，恐怖游戏终于结束。恭喜4位玩家存活至天亮，顺利通过天字甲等副本，血红剧场。本次副本存活率为 80%。系统奖励结算中，请注意检查物品栏。传送功能稍后开启，
请玩家们做好准备。听着系统低沉的电子音，我没心思打理所谓的结算奖励，只想静静牵着眼前的人。可惜一阵白光划过，慢慢把我从副本里拽走。我看到光线的另一边是我熟悉的后宫。见我恋恋不舍，李振笑着指了指门口，放心吧，待会儿我也得下班，走后门就能回去上朝了。我点点头，注意安全。他笑着说，我是副本 boss， 别人见了我才该注意安全。我忍不住扑哧一笑。见我即将消失，李振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掏出一个小香囊。对了，差点把正事儿忘了。初期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卷入这个游戏，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既然已经成了玩家，后面就会被继续拉入其他副本。恐怖游戏的每个副本都十分凶险，就算最低难度的副本，淘汰指标也高达30%。所以这个香囊你一定要拿好，随身携带，千万不能弄丢。我接过香囊，闻了闻，是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脑子虽然不好使，但品味还不错。所以这个香囊有什么用，该怎么使用？它的瞳子里泛着水波，不管你以后会进入什么样的副本里，只要你在危急时刻握紧这个香囊，呼唤我的名字，我都会不顾一切来到你身边，